最近有美媒消息称，美军的6代机即将推出，到时候这款战机将全面超越中国的歼20，并重新夺回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控制权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密财户，我是虎妞。最近有关美国洛克希德马丁这家军工企业的新闻可真不少。先是官宣了 B-21 将会在12月初正式亮相，随后又放出消息称，可能明年就要推出一个用于战机上的核聚变反应堆。到了现在，又放出了6代机的艺术渲染图。在这张艺术渲染图中，是一架从没出现过的全新型号加油机，正在给一架外表科幻的战机加油。这架战机的外形和其他飞机都不相同，既没有 F2 的三角翼布局，也没有 B2 的飞翼式布局，采用的是一种无尾菱形设计，在它的边缘处形成了一个直角，在它的菱形机翼内有着2个发动机的进气口，可以隐藏发动机在工作时的排气，并减少红外特征和传感器的检测，使得战机隐身性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对于这么一款战略级的武器，按理来说应该对很多的细节保密才对，免得到时候又说什么被其他国家窃取的战机秘密进行了仿造。但无论是美军官方还是民众，都可以对它进行大肆讨论。美国空军更是多次强调了这款战机的各项功能，表示它能够彻底超越中国的歼20和俄罗斯的苏57，成为本世纪最伟大也是最强的战机。听这么说的意思，似乎是这款战机和 B-21 一样，即将在大家面前亮相了。其实不然，当前这款战机还没有进入最关键的制造和开发阶段，也就是说，连一架原型机都没有造出来，连这款战机能不能达到美军所提出的要求还不知道呢。美国军事类媒体1945的报道中称，按照计划，这款战机能够在2030年之前投入到使用中，而在就明年，也就是2023年，这款战机将会进入到关键的制造和开发阶段，去打造一架原型机，去验证对这款战机的猜想到底能不能实现。相比较中国的歼20，这款6代机除了在隐身能力更强之外，在速度上也要更快，预计能够达到 2.8 马赫，或者是接近高超音速，速度要比歼20快上近1倍，并且为了保证航程，油箱也会更加巨大。再加上在艺术渲染图中展出的新型加油机给6代机加油，这款战机可以实现跨越洲际，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之间执行打击的任务。除此之外，这款战机还将具有无人僚机的功能，通过有人驾驶的 NGAD 6代机去操控无人驾驶的隐身无人机。每架 NGAD 战机将至少配备1至4架无人僚机进行作战。这些无人僚机可以帮助 NGAD 战机进行电子作战，或者是提供火力支援、战场环境和情报的信息收集，并对打击效果进行评估，从而做出相对应的调整。和歼20这种专门用于空中格斗的战机不同， NGAD 除了擅长空中格斗之外，凭借着这些无人僚机还能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。为了使得自己的 NGAD 战机能够顺利诞生，自18年提出这个计划以来，美军就投入了25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进行前期的理论验证。而在不久后进行关键的生产和制造阶段，美军将投入90亿的美元。如果说这款战机最终成型并进入部队服役，那么美军要花费上百亿，甚至还是数百亿的美元。也正是因此，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都不得不承认，每一架 NGAD 战机的价格都需要数亿美元。在美军的计划中，原本是打算将全部的 F2 战机都退役掉，更换成最新的 NGAD 战机，而美军现有的 F2 战机数量大概有185架。但是以美国空军的预算来看，只能够采购100架左右的 NGAD 战机，也就是说还有80多架 F2 战机将继续使用。对待这部分 F2 战机直接退役掉的话又太可惜，只能是花费一点钱升级，而一旦花钱进行升级的话，势必会影响到空军的预算，可能 NGAD 战机的采购量也会进一步减少。就像朱姆沃尔特驱逐舰一样，从最开始的几十艘预算不断减少，到最后
只建造了3艘就匆匆停产不造了。所以这款 NGAD 战机目前还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，能不能造出来还两说，能采购多少架也是一个未知数。而美军想凭借这款战机重新争夺在亚太地区的控制权，想的也是太天真。我国歼20已经实现了美军 NGAD 战机上的无人僚机功能，并且连配套的隐身无人机攻击11都准备好了。难道6代机的研发就会落后美国吗？按照当前中美两国在装备采购和装备研发上的情况来看，最后可能还是中国要先美国一步推出6代机。更何况现在的亚太可不是以前了，这一地区的国家随便拎出去一个，战斗力都是全球顶尖的。想要控制亚太，得先问问这些国家同不同意，